星星，堂堂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把他当男人看的，别拉着脸吓到他了。他那些兄弟也跟着附和。嫂子一向大度，今天怎还矫情上了？他俩要真要有什么，早就在一起了。嫂子你懂的，瞧你们说的，嫂子多爱严哥啊，哪会为这点小事闹脾气？一片奚落里，只有坐在角落的方君燕没笑，他手里端着酒杯，安静看我。我深吸一口气，突然笑着拍了拍沈棠的背，傻不傻啊？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沈棠的身体僵了一下，我又看向顾之言，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羞涩。之言能这么坦诚地跟你聊这些，说明他把你当真正的兄弟。既然如此，我又怎么会多想呢？顾之言的脸明显放松了下来，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柔软。星星，我就知道你最懂事了。方真真怒气不争地瞪着我，一脚踹翻了桌上的酒瓶，冲出了包厢，气氛一下变得很尴尬。我微微笑道：真真脾气急，我去劝劝她。走廊尽头的灯光下，方真真隐没在烟雾里，听见我的脚步声，她手指的烟都在抖。夏如星，你妹男妹的没有脑子了。沈棠在给你下马威，你听不出来吗？我当然听得出来，不仅听出来了，我还知道他说这些的目的。毕竟顾之言之前5任女朋友都是被这个喜欢美女姐姐的沈棠给气跑的。我原本以为他是真的喜欢女孩子，可我慢慢发现他会借口跟美女姐姐喝一杯茶而抢走顾之言喝过的奶茶，会借口要跟美女姐姐贴贴而无数次将顾之言从我身边推开，更在每一次出游时强行睡在我跟顾之言中间。臭男人，不准你玷污我的美女姐姐！从小在豪门长大，哪能看不懂这若有似无的硝烟？方真真更加气结，你知道还人？难道真像他们说的，你爱顾之言爱到这份上？我沉默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我喜欢了顾之言10年，当知道跟他有婚约的那天，我高兴得整夜没睡。可再热忱的喜欢，也顶不住一瓢瓢的冷水。顾家需要我家的港口航线，我家同样也需要顾家的地产渠道。就算退婚，也要让顾家说不出话来。方真真看了我片刻，笑了，就知道你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主。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全力支持。正说着，沈棠从包厢里探出头，美女姐姐，你怎么还不回来？我想你了。我被她拉回包厢，一群人又喝了起来。顾之眼里都是对我懂事的满意。沈棠挤在身边，手自然地摸上我的腿，姐姐皮肤真好，又滑又嫩，怎么保养的呀？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一把将我的裙子掀了上去，腿根一凉，周围人的视线看过来，老公的小青梅沈棠号称自己爱女厌男，当众说我老公秘密。热闹的包厢一下子变得死寂。顾之言最先反应过来，伸手扯她的胳膊。堂又胡说什么呢？虽然沉了脸，声音却像哄孩子一样轻柔。沈棠踉跄着搂住他的肩膀，嚷嚷着：我没胡说啊，昨天单身派对，咱俩不是互相都看了吗？他眼神无辜极了。美女姐姐，我是为了你好呀，万一他中看不中用，你不是亏大了吗？堂，顾之言脸上有些挂不住，闭嘴吧你。他看向我，笑着解释：昨天我们真心话大冒险，喝多了闹着玩的。沈棠噗呲一声笑了出来，用手戳他的胸口。哟，昨天是谁在你爹面前炫耀自己的？你们臭男人开玩笑都这么脏！哄笑声炸开，甚至有人吹起了口哨。我牙齿咬着口腔内壁的肉，直到尝到了血腥味，才能勉强维持脸上的平静。够了！闺蜜方真真站了起来，椅子在地上哗啦出刺耳的声音。沈棠，你当众说这些，要不要脸了？沈棠吓得一抖，松开顾之言，转身扑进了我怀里。真真姐干嘛凶我？要不是为美女姐姐着想，谁想看你的秘密？她抬起头，眼眶通红。美女姐姐，你生气了吗？我只是害怕你不幸福。眼见我迟迟不出声，顾之言皱起了眉头。星星，堂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把他当男人看的，别拉着脸吓到他了。他那些兄弟也跟着附和。嫂子一向大度，今天怎还矫情上了？他俩要真要有什么，早就在一起了。嫂子你懂的，瞧你们说的，嫂子多爱严哥啊，哪会为这点小事闹脾气？一片奚落里，只有坐在角落的方君燕没笑，她手里端着酒杯，安静看我。我深吸一口气，突然笑着拍了拍沈棠的背，傻不傻啊？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沈棠的身体僵了一下，我又看向顾之言，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羞涩。之言能这么坦诚地跟你聊这些，说明他把你当真正的兄弟。既然如此，我又怎么会多想呢？顾之言的脸明显放松了下来，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柔软。星星，我就知道你最懂事了。方真真怒气不争地瞪着我，一脚踹翻了桌上的酒瓶，冲出了包厢，气氛一下变得很尴尬。我微微笑道：真真脾气急，我去劝劝她。走廊尽头的灯光下，方真真隐没在烟雾里，听见我的脚步声，她手指的烟都在抖。夏如星，你妹男妹的没有脑子了。沈棠在给你下马威，你听不出来吗？我当然听得出来，不仅听出来了，我还知道他说这些的目的。毕竟顾之言之前5任女朋友都是被这个喜欢美女姐姐的沈棠给气跑的。我原本以为他是真的喜欢女孩子，可我慢慢发现他会借口跟美女姐姐喝一杯茶而抢走顾之言喝过的奶茶，会借口要跟美女姐姐贴贴而无数次将顾之言从我身边推开，更在每一次出游时强行睡在我跟顾之言中间。臭男人，不准你玷污我的美女姐姐！从小在豪门长大，哪能看不懂这若有似无的硝烟？方真真更加气结，你知道还人？难道真像他们说的，你爱顾之言爱到这份上？我沉默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我喜欢了顾之言10年，当知道跟他有婚约的那天，我高兴得整夜没睡。可再热忱的喜欢，
也顶不住一条条的冷水。顾家需要我家的港口航线，我家同样也需要顾家的地产渠道，就算退婚，也要让顾家说不出话来。方真真看了我片刻，笑了，就知道你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主。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全力支持。正说着，沈棠从包厢里探出头，美女姐姐，你怎么还不回来？我想你了。我被她拉回包厢，一群人又喝了起来。顾之眼里都是对我懂事的满意。沈棠挤在身边，手自然地摸上我的腿，姐姐皮肤真好，又滑又嫩，怎么保养的呀？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一把将我的裙子掀了上去，腿根一凉，周围人的视线看过来，起哄声骤然响起。嫂子这腿绝了！堂堂，手感怎么样？我猛地抖开她的手，慌忙盖住裙子。顾之言也看到了，失笑道：堂堂，别胡闹。轻飘飘的几个字，惹得方真真又要站起来。我拦住她，微微摇头，转身握住沈棠的手，笑容温和。堂堂喜欢啊，其实都是花钱养出来的，每个月的护理都要30万呢。你要是喜欢，姐姐办张卡送你。你看你的手这么粗糙，怎么会有男孩子喜欢呢？沈棠眉间跳了跳，勉强扯出笑意。我才不要臭男人围着我，我就喜欢美女姐姐。可是姐姐有之言了呀。我歪着头，笑容甜蜜。堂堂，我保养可是为了让之言喜欢，至于别人，看向顾之言的眼神里带上委屈，我不想给别人看。话音刚落，一件西装外套兜头罩了下来，顾之言将我裹得严严实实，声音里带上难得的斥责：堂堂，闹得太过了。我埋在顾之言的衣服里，姐姐心有所属了呀。沈棠的脸色变得铁青。散场时已经凌晨1点，沈棠醉醺醺地挂在我身上，黏黏糊糊。我不要和美女姐姐分开。眼见她醉得厉害，顾之言一边埋怨一边自然地揽起她的腰。好了，别闹了，我先送你回家。原本像八爪鱼一样缠着我的沈棠立刻松开手，熟练地钻进副驾。车后排堆着几个运动包，没地方坐。顾之言轻柔地擦干沈棠嘴角的口水，发动了车子。星星，你等我，我送完他马上回来接你。引擎轰鸣，尾灯霎时消失在夜色中。我蹲在台阶上，夜风吹过来，膝盖一片冰凉。派对开始前，他在包厢里说：今晚我不喝，要送星星。可他的车从来没有我的位置。身后一辆越野车滑了过来，副驾的方真真对我招手：星星快上来，我哥送你回家。方真真骂了一路，从沈棠骂到顾之言，再骂到那群傻逼兄弟。方君燕安静地开车，偶尔从后视镜看我一眼。方真真眼睛一转，开玩笑道：星星，不是我说，你真不如跟我这便宜哥哥在一起呢，顾之言可配不上你。方君燕轻轻皱眉，真真。方真真吐了吐舌头，没再讲话。汽车很快到了我家，下车时我看向方君燕：方少，能帮我查些资料吗？入睡前，沈棠发了朋友圈，今天教训了拱我美女姐姐的猪，看在她认错态度良好的份上，暂时原谅她吧。姐妹们，男人该揍就得揍。照片中，他揪着顾之言的耳朵，亲昵地和他贴在一起，两个人都穿着酒店的浴袍，领口大大的敞开。我点了个赞，将自己埋入黑暗中。顾之言一夜没有联系我，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发来微信：星星，下午3点，我约了婚纱设计师，一起看看款式。没提昨晚，没提沈棠，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在婚纱定制店里等了40分钟，门口传来熟悉的笑声。顾之言和沈棠一前一后打闹着走了进来，店员迎了上去，笑容标准，两位新人的感情真好。沈棠笑嘻嘻地搂住顾之言的脖子，伸手在他腿上拧了一把。才怪，我跟他可是有多妻之恨的。店员脸上的笑容霎时冻住，顾之言这才看向我，手还掐着沈棠的腰。星星，等很久了吗？都怪这死丫头，出门前还要跟我打一架，怪我抢了她的宝贝姐姐。沈棠一把拧在他胸口，小跑的过来抱我。美女姐姐，我来帮你选婚纱，保证你成为最美的新娘。设计师推出一排婚纱，重工蕾丝，复古缎面，轻盈薄纱，每一款都贵得惊人。我试了第一件抹胸鱼尾，恰到好处的剪裁勾勒出腰线。店员眼神惊艳，小姐，这件很衬您的身材。沈棠却围着我转，手指虚虚的在腰间比划。哎呀，你眼光不行呀，这件显胖，姐姐腰不够细，会显得像水桶。第二件复古 V 领，典雅端庄，姐姐面相寡淡，这件像修女袍，显得死气沉沉，不好不好。第三件大拖尾重工纱，华丽耀眼。噗，姐姐这个小小的个子，穿上它好像拖把成精了。顾之言无奈的笑，都不好看，就你穿最好看是吧？沈棠眼睛一亮，我可以试试吗？她不等我回答，直接指着我刚脱下的鱼尾，那件拿我的号。5分钟后，她穿着婚纱走了出来，她比我丰满，那件鱼尾裙被她撑得曲线毕露，胸口几乎要炸裂开来。顾之言的眼神定住了，一眨不眨盯着她。沈棠挺了挺胸，挑眉道：看到没，你爹我还是很有料的。说完，她转身拉住我，举起手机一阵猛拍，闪光灯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们美女就是要跟美女贴贴，不要便宜了臭男人。拍完照，她突然勾住顾之言的脖子，带着撒娇的威胁：我也要穿婚纱，我要跟你一起和美女姐姐在台上结婚。顾之言失笑，宠溺地捏她的鼻子，不像话。沈棠摇着她的手臂：你把我的美女姐姐抢走了，就让我跟她一起走个仪式，安慰一下你爹不行吗？我攥紧了衣角，想看看顾之言的选择，其实心中隐隐早有答案，
却固执地等着铡刀落在头上。果然，顾之言再一次向我投来那种看似询问，实则期待的目光，期待我再一次懂事。星星，大家都知道是咱们俩结婚，其实也不用太在意衣服，要不心中最后一点温度彻底凉透了。我平静地笑了笑，好啊，只要之言你高兴就好。2个新娘的婚礼可有热闹看了。婚礼当天，场面出乎意料的诡异。我和穿着伴娘服的方真真站在酒店门口的一侧，而另一侧，穿着跟我同款婚纱的沈棠紧紧贴着西装革履的顾之言。宾客的脸上带着不同程度的尴尬，红包捏在手里，不知道该递给谁。沈棠主动上前扯过红包，眉眼弯弯，今天可不能累到我的美女老婆。所有事情我代劳了。她越俎代庖得十分自然，言行仿佛她才是真正的新娘。几个世交长辈脸色难看，收敛了笑容，匆匆进场。顾之言的那群兄弟嘻嘻哈哈地围了过来。哇，2新娘，言哥牛逼啊！堂堂今天真漂亮，艳压全场啊！嫂子，今晚闹洞房可别躲啊！我们准备了几个大的。沈棠挡在我面前，娇嗔地瞪着他们：你们要闹，冲我和之言来，别欺负我的美女老婆哟！堂堂还要替嫂子入洞房吗？口哨声此起彼伏，顾之言笑着轰他们进去。星星，他们闹起来没分寸，堂堂怕你脸皮薄，不尽兴。方真真拳头都捏紧了，牙齿咬得咯咯响。走在最后的方君燕将厚厚的红包递给我，低声问道：你真的想好了？确定要这么做吗？确定。我坚定点头。方君燕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已经安排好了。婚礼耗资100万，极尽奢靡，可宾客的脸上没有艳羡，只有诧异，因为红毯上走来了2位新娘。都说夏家千金爱的疯魔，真是太能忍了，舔狗舔成这样的，头一回见。我的女儿敢这样媚男，我打断她的腿。沈棠抢先一步挤开我，站到顾之言的右侧，原本属于新娘的位置。我默默低头站到左边，又引来台下一阵嘘声。司仪额角渗着汗，台词念得磕磕巴巴，几乎是恳求地提醒沈棠：现在请伴娘为新人送上象征永恒的婚戒吧。沈棠却一把抢过话筒，笑容甜美地看着我：美女老婆，婚戒太俗气了，我有更好的礼物送给你们。她捧着一个巨大的礼盒，满满当当的全是药片，这些都是最好的长效避孕药。我的美女老婆不能因为要给臭男人生孩子，就牺牲自己的身材和容貌。这些药是自由的象征，比起会束缚你一生的戒指，更适合美女老婆。我是不是很贴心？场内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声。顾之言脸色骤变，声音里带了一分怒意：堂堂，下去！沈棠的眼圈瞬间红了，委屈巴巴地抱住我，一脸无辜：美女姐姐，我是真心为你好啊。我垂下眼眸，目光扫过盒子里的避孕药，缓缓抬头：算了，大喜的日子，堂堂也是希望我能永远被你喜欢。心意我领了，让人把东西收起来吧。我的大度让顾之言铁青的脸松快下来，动情地搂住我：星星，你放心，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最爱的只有你。沈棠的脸上划过一丝诧异，随即变成了鄙夷的笑。他猛地推开顾之言，头趴在我肩膀上磨蹭。我就知道美女老婆不会生我的气，我跟之言还特意为你准备了恋爱相册，等你看完了，我就乖乖下去，好不好？不等任何人回答，他抬手点开遥控器，轻柔的婚礼进行曲中，一张张照片在大屏幕上滑动，全是他和顾之言，从童年的鬼脸到少年的勾肩搭背，从吃饭的争抢到搂在一起打闹，还有婚纱店里他和顾之言头挨着头的自拍，而我的身影要么是模糊的背景，要么被裁掉了半边脸。谁是这场爱情的主角，一目了然。台下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沈棠却挽着我的手臂，笑得很甜：美女老婆，你看之言以前多傻啊！话还没说完，屏幕上蹦出了新的照片，让他炫耀的话硬生生地卡在了喉咙里。昏暗的酒店灯光下，沈棠衣衫不整地趴在顾之言的胸口，亲吻着他。下一张，同样的角度，他对着镜头比耶。在下一张，宴会厅里一片死寂，沈棠的笑容僵在脸上，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我静静站了2秒，在顾之言迟疑的呼唤中换好了表情。之言，我声音发颤，踉跄着往后退了一步。你们这是？我震惊的说不出话，台下却已经喧闹了起来。我的天，什么情况？这婚礼这么炸裂吗？沈棠不是一直说喜欢女生吗？怎么也就你们信这种爱女婊？亏得夏如新还一直护着她。顾之言愣怔地看着还在滚动播放的照片，猛地抓住沈棠的手腕，这是怎么回事？这一次沈棠的眼泪不是假的，她哆嗦着解释：不是我没有。沈棠向我扑来，被脚下的长裙绊住，狠狠地摔在我面前：星星姐，你信我，我那么喜欢你，怎么可能跟言哥做那种事？假的，这都是假的，这肯定有人 P 的图，就是想陷害我和之言。我欣赏着他的表演，早猜到他会说出这种荒谬的借口。我眼圈微红，声音却努力保持镇定：之言，我相信你，堂堂一直是你最好的兄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这样吧，我提高声音对着台下的宾客请求：今天在场的有不少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的，麻烦各位现场做个鉴定，别冤枉了之言。方君燕从后排站起，身体挺拔，神色平静：我愿意帮你验。其他几家也站出来，准备一起上台核验。沈棠却冲上去挡在电脑前：不行！看到所有人眼中的怀疑，他脸色煞白，嘴唇哆嗦：
这种照片怎么能当众验？传出去，我们顾家和沈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而且事情闹这么大，对星星姐也是伤害。我正色道：堂堂，真因为要顾及顾家和沈家的声誉，才必须要当众揭穿这卑劣的挑拨。至于我看向顾之言的眼神里满是信任和心疼。我是之言的未婚妻，我的脸面不重要，但他的声誉不能有半点损伤。顾之言眼神巨震，说话间，方君燕带着人已经站到了电脑旁，空气好像凝固了，现场只有电脑运行的微弱声音。漫长的几分钟后，几个人面面相觑，脸色复杂地宣布，所有文件毫无 PS 的痕迹。不！沈棠的尖叫脱口而出，他抓住顾之言的胳膊，指甲几乎要扎进衣服里。之言，这肯定是哪天我们闹着玩的时候拍的，我们从小跟兄弟似的。顾之言嗓子发干，声音沙哑，星星你知道的，我只把堂堂当男孩子。我还没说话，台下有人嗤笑了出来，扯着嗓子喊，原来这就是兄弟情吗？也没看见关羽和张飞睡一张床抱着亲啊！哄笑声响起，沈棠彻底慌了，他猛地冲上控制台，将电脑推到地上，电脑屏幕晃了晃，原本静止的照片界面突然有开始播放。这一次是沈棠自己的视频，她穿着顾之言的衬衣，靠在他臂弯里，对着镜头发嗲。那些女的真蠢，我只要简单的挑拨一两下，她们就受不了，个个成了严哥最讨厌的粗精。不过这次的女人很讨厌，严哥说夏家对她有用，还说那女人太懂事，适合做老婆。算了，大不了让严哥在婚后冷着她，反正怎么欺负也不会走。他忽然停止了独白，转头去推睡着的顾之言。严哥，我给你生个孩子吧，就让夏如星吃一辈子避孕药吧，反正他为了讨好你，什么都会答应的。顾之言带着半睡半醒的一语，点头同意。沈棠欢呼着扑进他怀里，手机似乎落在了地上，漆黑的屏幕，暧昧的声音。沈棠似乎吓傻了，直到视频结束，他才反应过来，疯了一样的抱着电脑一遍遍往地上砸，直到碎成一地残渣。顾之言脸上惨白如纸，他迟疑地向我走了半步就停了下来，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我平静地走向他，扬起手，啪，清纯的耳光声透过舞台的收音器响彻整个宴会厅。顾之言，你对得起我？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不是做戏，好像是一巴掌真的让积压了太久的委屈找到了宣泄口。订婚那天，沈棠当众说替我验过货，你说她喝多了，开玩笑，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掀我的裙子，你说她是喜欢我，孩子气，她要求穿我的婚纱一起参加婚礼，你说她爱玩闹，没心眼。我深吸一口气，嘴里尝到了咸涩。顾之言，我是你所有的兄弟口中的舔狗，你们肆无忌惮地骂我媚男，可我只是喜欢你，想要让你高兴满意，换来的就是你和他对于我这样的羞辱。我抹着眼泪，看着台下的宾客眼神里浮现的同情，心中暗暗冷笑。眼泪和柔弱真是操控人心最好的武器。眼见着众人眼神变得不善，反应过来的顾府终于冲上台，一巴掌扇在了顾之言另一边脸上。顾母更是惶恐地劝我，星星啊，好孩子，是阿姨没有教好他，我让他跪下给你道歉，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够了！台下传来沉闷的怒吼。我爸铁青着脸站起来，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妈妈走上前抚摸我颤抖的肩膀，心疼的眼圈立刻就红了。我爸眼神冰冷，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定。我看两个孩子的婚事算了吧，并且从今天起，夏顾两家的合作全部终止。顾父的脸色变了，顾家现在一半的项目都倚仗着夏家的港口和物流。他抖着手擦拭额角的汗，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夏兄，孩子还小，知错能改。改什么？我妈冷笑地打断他，怎么改？能让我女儿所受到的羞辱凭空消失？顾府浑身一激灵，转身一脚踹向了顾之言。小畜生，还不给星星道歉！顾之言被踹得往下倒，膝盖重重地砸在地板上，他疼得瑟缩了下腰，仍旧咬着牙向我求情。星星，这一切都是误会，行了。爸爸站在我面前，掏出一份文件递过去。按照之前签好的婚前补充协议，因单方面过失导致婚姻关系受损，受损方有权获得对方集团15%的股份作为补偿。顾总，白纸黑字，可不能不认啊！顾府哑口无言，僵持之下，站在后面的沈棠突然尖叫起来：我明白了，夏如星，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你早就想退婚，装得那么舔狗，就是为了抓之言的错处，吞顾家的股份。我平静地走到他面前，声音很清却清晰：沈棠，照片是你拍的，视频是你录的，我做什么了？我倒是觉得是你在算计顾之言，毕竟你爱他爱的也够疯魔。顾之言猛地转头看他，沈棠慌乱地摇头：不是。之言，他挑拨离间，你别信。沈棠声音发抖，我别过头勾起嘴角，是啊，我是挑拨离间，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很快就会生根发芽，在余生死死纠缠。耳边是我爸不耐烦的催促，眼睛里看到的只有戏谑和嘲笑。顾府终于忍耐不住了，好，我签。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我收好代表着巨额财富的协议，扯下头纱扔在地上，穿过寂静的人群，一步一步地走向门外。当天晚上，我和方家兄妹就坐在了清吧里庆祝我恢复单身。方君燕推过来一杯气泡水，喝酒伤身，庆祝不一定要酒精，惹来方真真的一顿白眼。我从包里掏出那个厚厚的红包，退还给他。方少，这个还你，今天谢谢你了。不过你明明知道我要在婚礼上做什么，
何必还包个这么大的？方君燕看着红包笑了笑，虽然全程参与了你的计划，但是还是担心最后一刻你会反悔。如果是那样，我也该给你我的祝福。我愣了一下，无奈的嗤笑出声，不是吧？我在你们心中真的这么媚男，这么舔狗吗？面前的兄妹看着我，郑重的点头，我扶额，无语的摇摇头。好吧，除了最近这段时间，之前那段时间我确实够舔。从他在滑雪场将麋鹿受伤的我救出来时，我真以为是命中注定。现在回过头想想，或许只是吊桥效应的错觉吧。方真真大大咧咧的一挥手，别想那个渣男了，晦气。你要喝什么？我去拿。哥，你少点老干部位。他起身离开，卡座里只剩下我和方君燕。他突然开口，什么时候？我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问的是滑雪场的事。我12岁时候吧，在东山滑雪场，时间过得真快。他点点头，端起气泡水，沉默的喝，气氛一时有点冷。直到方真真那咋咋呼呼的嗓子又响了起来。酒过3巡，我掏出股份协议递给方君燕，能帮我尽快出手吗？我想变现，如果估计的不错，故事的股价恐怕撑不住太久。方君燕点点头，声音平稳，已经联系好了。林家一直想吞掉故事，出价很爽快，并且他挑了挑眉，微笑道，他还答应拿到故事股份后，会把故事在地产板块的资源倾斜给下家。我惊讶地看向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优厚条件。方真真带着坏笑搂住我的肩膀，别跟他客气，我哥对你的事一向上心，不过这次虽然重创了渣男，但你估计也要被人议论一段时间了。我无所谓的笑笑，没关系，等我站在高处，身边就只会有赞美之声。方君燕送我到家时，正看见我爸妈将一个人推搡着赶了出来，那人站立不稳，直接摔在了地上，车灯打了过去，竟然是顾之言。他还穿着新郎的西装，只是浑身皱巴巴的，头发凌乱，脸上还带着巴掌印。见我下车，顾之言冲过来想抓我的手，却被我冷淡的避开。星星，他声音沙哑，双眼通红，你听我解释，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不知道他在我睡着以后干的一切。我听着他语无伦次的解释，淡淡开口，订婚派对那晚你不是滴酒未沾吗？他的解释戛然而止，你告诉我，一个滴酒未沾的人是怎么被拖到床上拍照拍视频还一无所知的？我看着颓然的脸，笑得怅然冰冷。顾之言，别再自我欺骗了，你根本就很享受女人们为你争风吃醋，将你奉若神明的感觉。不，他说不出别的，只是一味的否认，不是这样的。我不耐烦地打断他，步步紧逼地追问，你跟前5个女朋友分手后，号称喜欢美女的沈棠就再也不理他们，你就一点都没有察觉？顾之言脸色惨白，我细数他的所作所为，沈棠每次适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约会，你真的认为是巧合？他掀我裙子，穿我的婚纱，发那些暧昧的朋友圈时，你心里是不是还在得意？看我的女朋友多懂事。顾之言拼命地摇头，星星，我错了，我是有虚荣心，但我真的爱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我这就跟他断了，绝不跟他再有联系。没有机会了。我打断他，声音平静的好像在说别人的事。顾之言，我的爱，我的底线已经被你一次次的磨没了，给我们彼此留一点最后的尊严吧。顾之言踉跄着后退，狠狠地撞在了路灯上，他哭得像个孩子。我真的知道错了，星星，我什么都改，你别不要我。我转身进门，任由他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他还是来，天天来，送花送礼物，在我家门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下雨也不肯走。我没有见他一面，礼物全都扔进了垃圾桶。后来我知道顾家父母下了死命令，让他必须求得我原谅，否则就把他赶出家门。监控里，他落魄的身影被雨淋得透湿，像条无家可归的狗，真讽刺。顾之言没有纠缠多久，婚礼当天的视频最终还是流出去了。虽然顾家沈家花了很多公关费，但我爸爸和方家也没少暗地里使绊子。沈棠的那些独白还是全网传了个遍。爱女表，顾之言婚礼现场，兄弟变床伴，热搜爆了1周。紧接着顾之言的前女友们也纷纷站出来，曝光沈棠跟他们的聊天记录、视频、录音，控诉他是如何接着爱女人设进行雌竞。舆论彻底炸了，顾家和沈家的股价连续5天跌停，直接腰斩，股东闹事，银行催贷，合作方解约，焦头烂额下，两家为了止损，紧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顾之言和沈棠早已互生情愫，婚礼上的闹剧只是年轻人对抗联姻的冲动行为，现在决定承担责任，正式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宴请，只有冷冰冰的一纸声明和带着2人合照的结婚证。领证那天，民政局里的人都围观了一场好戏。顾之言砸了所有的东西，吼叫着绝不娶沈棠。顾父的皮带都抽断了，才压着皮开肉绽、奄奄一息的顾之言拍下了登记照。方真真告诉我的时候，笑得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打滚。我一边听，一边忙着核对手上的报表。如今的我忙得飞起。退婚后，我在爸妈面前表现得十分消沉，不说话，不出门，天天对着窗户长吁短叹，惹得原本想借联姻获利的爸爸也生出几分对不起我的愧疚心。为了让我转移注意力，他破例同意我去公司帮忙，我勉强答应。接着不小心拿下了2个搁置已久的大项目，而买走了顾氏股份的林家更是投桃报李，将顾氏地产板块的核心资源暗中引荐给我。短短2个月，我让夏家在地产领域的份额涨10个百分点。我爸的眼神从心疼到惊讶，最后变成欣喜。我的女儿是个商业天才，她思忖片刻，拍了下桌子，女儿，夏家的业务就先交给你一班，
干得好，你就是夏家继承人，我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好机会。凭借着手腕和实力，我很快在夏家坐稳了位置，妈妈也再不用费心去严防死守自己的婚姻了。方真真还在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新听来的八卦。顾之言和沈棠领证后就分居了，顾之言天天喝大酒，沈棠就在家里闹，那帮兄弟现在也不跟他来往了，生怕扯上关系被扒出点什么。哦，对了，顾老头把私生子接回家了，听说能力不错。我敷衍的点头，手里一刻不停。他愣了愣，揪着我的耳朵质问我听没听他说话。我哼哼着求饶，嘴里还在问他，你哥呢？一会不是要洽谈合作案吗？方真真恼怒地松开我，气哼哼地往外走。死方君燕，我今天非跟他打一架，抢走了我最宝贝的闺蜜。我又上热搜了，这次不是八卦，而是财经板块。作为横空出世的地产黑马，照片上的我穿着干练的白西装，目光锐利，笑容自信。隔壁八卦板上是一条视频，顾氏新婚夫妇当街厮打，画面里沈棠堵住顾之言，头发像稻草一样直棱着，眼神疯狂。顾之言，现在只有我不会嫌弃你了，夏如星早就不要你了，别做梦了。顾之言一手推他，一手拎着酒瓶，胡子拉碴，脚步踉跄。滚！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失去星星？你就是个疯子！我疯子！沈棠坐在地上尖叫，你装什么清高？你明明很享受我为你赶跑那些女人，你跟我上床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疯子？你闭嘴！我偏要说。沈棠扑上去抓他的脸，你不止一次说夏如星是你的舔狗，说他媚男，说他为你什么尊严都不要，贱得让你倒胃口。他还没骂完，顾之言手里的酒瓶子就砸在他头上。这条视频让顾氏的股价再次暴跌。不过如今的顾氏黑料频出，甚至引起了经管部门的注意，股价下跌只是最小的麻烦了。我以为我和他们不会再有任何交集，直到在方夏两家的合作庆功酒会上，我再次见到了顾之言。他穿着泛旧的西装，一身酒气，细细一看，鬓角竟然染了白。星星，过量饮酒掏空了身体，他声音发虚，我离婚了，我爸也不要我了，他把我赶出了顾家。他伸手抓我手腕，被方君燕挡下也没有在意，只是定定地看着我。没关系，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要你。我皱起眉头，顾先生，你喝多了，可能是我眼中的嫌恶刺伤了他。他失控地吼了起来，我就做错了一次，为什么连改错的机会都不给我？人生就不能有第二次选择吗？我静静地看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顾之言，人生没有多选题，更没有重启键。他僵在了原地，一动不动，突然笑了，只是笑得比哭还难看。好好，我懂了。他低头喃喃自语。我叹了口气，挽着方君燕打算绕道离开，却被一个服务生撞了个满怀。我正抱歉，服务生却攥住了我的手腕，抬头看我，是沈棠。沈棠目光怨毒，嘴角带着残忍的笑，从口袋里抽出一个瓶子向我泼来。夏如星，你去死！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时间好像都变慢了。吃液体腐蚀皮肤的声音传来，恶臭随着白烟蔓延全场。我被方君燕搂在怀里，眼睁睁看着后背被烧穿的顾之言跟沈棠扭打在一起，一把锋利的匕首在他的胸口反复进出，他却死死地拉住他不肯放手，直到保安赶来，将疯癫的沈棠压在地上，顾之言这才轰然倒地。他抬头看我，嘴角流血，却努力扯出一个笑。星星，最后一题，我选对了吗？殡仪车带走了顾之言，救助车拉走了方君燕。急诊室门口，医生拿着检查单，一脸庆幸。方先生的眼睛被硫酸挥发气体灼伤，但幸好量很少，不然他这本来就有血盲后遗症的眼睛还要不要了？我愣住，血盲症？方真真红着眼睛点头。我哥10年前在东山滑雪场，说是遇到了一个迷路的女孩，背着人家走了一天，自己体力不支了，跑出来找救援。爸妈去了也没看到人，就说他是贪玩撒谎。要不是得了血盲症瞎了1个月，估计还要挨打。说起来还挺巧，你是不是也是？他话还没说完，我已经转身冲进了病房。方君燕坐在病床上，眼睛缠着纱布，听见动静，小心地喊了一声星星。他的身上笼罩着金色，我终于看清，那束迟来了10年的光。全文完。